今天英超最重要的两场球，两个3-0，阿森纳在争冠路上3-0大胜富勒姆，而西汉姆联在保级路上0-3客场大败给了布伦特福德。还有巴塞罗那2-1战胜奥萨苏纳，拜仁慕尼黑3-3海登海姆。那么咱们先从阿森纳聊起，这场球最让枪迷欢喜的是，久违的阿森纳的进攻终于回来了。比赛开局第9分钟，右路的萨卡终于有了1对1的过人后助攻，中间泽凯赖什门前捅射破门1-0。上半场第40分钟仍然是萨卡在禁区内得到对手的传球，轻松写意的低射近角破门2-0。上半场补时第49分钟，左路的特罗萨德突破后传中，泽凯赖什头球破门3-0。批评了那么久的萨卡，今天终于有了突破，还有了进球，不仅帮助球队取胜，而且也获得了宝贵的休息时间。萨卡今天只打了45分钟，泽凯赖什只打了64分钟，赖斯同样是64分钟。这可能是今年萨卡踢得最好的一场比赛。在拿到了顶薪合同之后，萨卡的状态一直有起伏。本赛季他是命运多舛，赛季初期的第2场比赛就受伤，然后又加上自己新婚，赛季中段复出断断续续又受伤，还有右路3人组不停地在改动，所以伤了又打，打又停。但在球队双线争冠的最关键阶段，最需要有人站出来的时候，萨卡今天控球的自信心和节奏变化终于又有了，赏心悦目，尤其是 first touch 停球太优雅了。他今天的半场1球1助攻，这是2年来自24年12月以来首次在英超单场又有助攻又有进球。所以今天阵型方面让赖斯回归6号位，而且今天的斯凯利能够拿球推进加上调度。以前的阿森纳6号位没有硬度，8号位的硬度够，但推进又不够。今天这一场的安排，6号位硬度够，8号位又能够推进，所以一下子整个阿森纳的表现就正常了。斯凯利这个太子最大的优点就是敢于拿球推进，这个活儿现在的苏比门迪还真干不了。那么今天对萨卡也是里程碑，一共拿到了80个进球，70个助攻。在他的阿森纳一线队生涯已经直接参与了150球，其中英超是224场，60个球，49助攻。在萨卡的带领下，今天中锋泽凯赖什也终于梅开2度，而且还刷了个助攻，3个进球都跟他直接相关。比赛中泽凯赖什甚至还有个单刀，如果进了那就帽子戏法。他在前场的支点作用非常关键，几乎无时无刻都能看到他始终在跟对方的中后卫肉搏，即使被拉拽被犯规也从不矫情，从不抱怨，拍拍屁股爬起来就继续参与进攻。所以今天的2个边路打活了，中间的泽凯赖什也就活了。如果2个边路打不开，那谁也不能指望中锋能进多少球。过去阿森纳的左路一直不强，而右路萨卡本赛季的状态又太差，许多时候泽凯赖什都跑出了位置，但萨卡基本是不传球都是把泽凯赖什当成了牵制对方后卫的工具人。萨卡自己总是强行内切蒙一脚，而今天泽凯赖什老师终于算是跟萨卡认识了，希望2个人在未来的比赛就这么踢好吗？另外多说一句搞不好泽凯赖什状态复苏的原因还是跟前女友已经复合了，分开的时候这2人之间就没有怨恨，一直都是朋友。好的朋友们，阿森纳和曼城的争冠进入了最后白热化的阶段，而另一方面曼城最关心的是主帅瓜迪奥拉今年夏天会不会留下。那么最新英国知名记者的消息，即使瓜迪奥拉留下，他预计也不会再续约了，所以顶多再待1年，而马雷斯卡就是顶替他的首选。所以不知觉间日子一天天过去，1个星期1个月，1年1年的过去，但其实潜移默化的许多我们过去习惯的事情正在或即将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很难想象没有瓜帅的曼城会是什么样子。所以不知觉间老 K 也感谢大家1年多的陪伴，喜欢节目的朋友很多，感谢你们的订阅，感谢你们的点赞热推留言和分享。好，咱们继续。那么今天泽凯赖什拿到了在阿森纳首个赛季的第21个球，在阿森纳队史上首秀赛季进球榜他已经排到第8位。想想上半赛季还明显在适应期的泽凯赖什只进了4个球，而下半赛季还有3场没有踢的情况下已经进了20个球。下赛季泽凯赖什如果能保持本赛季下半段的效率，那1年进40个球，阿森纳肯定是赚翻了。对于他转播节目的时候，嘉宾鲁尼也是盛赞。鲁尼说，我整个赛季都很喜欢泽凯赖什，他对球队的作用非常大，能很好的牵制对方防守球员。本赛季他的进球数据也很不错，现在正是阿森纳需要他站出来的时候，在赛季冲刺阶段，这也正是你引进一名正印中锋最关键的时刻，关键比赛关键阶段他必须发挥作用。好，今天的比赛必须表扬斯凯利，
虽然失误不少，但是作为一个轮换后腰完全够用，而且他有很明显的转身推进能力。不说别的，跟苏比门迪在场上最大的区别就是斯凯利异常自信，这是一个顶级中场必须的素质。从今天看，斯凯利打中场确实比踢左后卫更适合。他太喜欢在场上找对抗了，敢于拿球，也喜欢用身体护球，摆脱方面甚至还有些过去托马斯的味道。斯凯利只是2年级而已，如果出球能够再敏锐一点，真未来可期呀！而且踢中场的时候，我们发现斯凯利非常喜欢全场满场跑，可是踢边后卫不知道是不是受战术拘谨，总是像个大爷一样的跑动不够。所以曼联可惜啦，这斯凯利如果在阿森纳不上场，搞不好今年夏天曼联就能买过去。就今天他在中场位置表现的素质啊，甚至有赖斯、苏比门迪和内尔高都不具备的特点。这才只有19岁，最强之人已在自己阵中，还买什么自行车呀？就像阿尔特塔赛后说的，斯凯利有能力胜任任何位置，他的天赋极高，有时候他不得不耐心等待并保持谦逊，这并不容易，尤其是上赛季他已经取得那样的表现，但今天他因为自己的态度得到了回报，他完全配得上今天的这一切。我一直对他要求很严格，我知道他已经准备好了，他在每天的训练当中都展现了这一点，在他得到的出场机会里，他也做得很好。今天他真正的挺身而出，我认为他拿出了难以置信的表现。也许我应该早一点让他踢中场，我们今天做到了，这也是第一次，同时也是一个巨大的风险。如果我们输了比赛，你们会问我怎么敢在这种情况下让一个这么年轻的孩子踢一个他整赛季都没踢过的位置，所以我也预想到了这一点。但我有种感觉，今天这场比赛对斯凯利来说是正确的时机。小将斯凯利在谈到今天对自己的安排，他说我是在赛前更衣室才得知我今天要踢中场，我还愣了一下，不过内心其实非常兴奋。我很高兴教练和球队对我的信任。我在进入一线队之前学的就是中场这个位置的东西，今天在场上我感觉非常自然，就是很自由的踢球，尽可能展现最好的自己。所以今天对我来说真的很特别。对我来说，进入比赛的时候必须确保把观众的能量转化到场上，把每一个动作都做好。所以第一件事就是以积极的方式完成第一次对抗，第一次出球，然后在整场比赛中保持这种势头。因为当你开始有信心，从简单的事做起的时候，会非常有帮助。斯凯利这孩子过去大家都知道，他一直是个大心脏。上赛季踢皇马的时候表现异常出色，还有本赛季在欧冠的联赛阶段4-0大胜马德里竞技那一场，斯凯利的带球推进就非常有东西。希望下赛季可以给他更多机会，就让他在中场锻炼，保持这个状态，说不定把他在中场练出来，相当于直接减了1个亿呀！在赛季末，英超的几个队体力下降，在中场绞杀的力度没有之前那么狠，所以小将斯凯利回到中场真的会有奇效。只要对面没有黑又硬的情况下，让斯凯利带球推进，这是一个新的解决方案。而反观本赛季他踢左后卫的表现确实不好，甚至让大家都怀疑今年夏窗是不是就该卖掉斯凯利。现在看来，阿森纳绝不能卖，他的潜力非常高，毕竟只有19岁。希望斯凯利最后能不能搭上英格兰国家队的末班车。那么连续的赢球，阿森纳最后和曼城的1对1点球大战还剩3场。现在对这种竞争形势，今天雷德克纳普表示，争冠的压力已经被转移到了曼城身上。如果最终双方要比净胜球，那么阿森纳的赛程比曼城可能更有优势。对曼城来说，客场要对阵伯恩茅斯的比赛非常特殊，那将是伊劳拉在主场的最后一战，现场肯定会有庆祝的气氛。伯恩茅斯全队也会想好好表现，还有客场挑战莫耶斯执教的埃弗顿一向很困难，而布伦特福德还在为欧战资格而战。如果最终要比拼净胜球，阿森纳的赛程显然更有优势。有一场比赛特别关键，就是主场对伯恩利。假设两个队都赢下剩余所有比赛，那么如果阿森纳不能3-0或4-0这样的比分去击败伯恩利，进一步提升净胜球的话，那对他们将是错失巨大机会。另外，今天左路的特罗萨德状态生猛，不仅送出了1次关键助攻，他还完成6次过人，成功率高达100%，创下了个人在英超联赛单场成功过人次数最多的记录。主要还是对方富勒姆显得稍微弱了一点，比赛的强度没有那么高，对面国家队的队友卡斯塔涅也没有怎么给他上压力。阿森纳在今年的夏窗肯定需要补强左边锋，马丁内利的状态出现了断崖式下滑，而特罗萨德也只能担任替补角色。阿森纳肯定下赛季需要一个更优质的边路的战斗力。好的，今天的3-0大胜，
在争冠最需要净胜球的时候，这无疑是最大的好消息，因为这是阿森纳近9场比赛首次单场进球超过了1个。他们上一次单场打入超过1球还是在3月17日，当时2-0欧冠1/8决赛次回合主场击败勒沃库森，而他们上一次单场打入3个球则是在2月22日的英超客场4-1击败热刺。今天呀，对面的富勒姆有多给面子呢？富勒姆这支队在他的队史上13次去客场挑战英超的领头羊，就从未取胜过。而阿森纳的队史联赛32次主场对阵富勒姆，也从来没有输过球，所以今天也就刷新了自己的记录，33次联赛主场对阵富勒姆保持不败。对富勒姆来说，目前也饱受伤病问题的困扰。好的，全场比赛结束，2个进球1个助攻的泽凯赖什当选全场最佳。而自1970到71赛季以来，阿森纳是首次单赛季赢下了40场比赛，这打破了温格保持的在英超时代阿森纳单赛季各项赛事赢球的场次记录。温格是01到02赛季60场比赛39胜利。所以你还真别说，能拿到这么多场胜利，阿尔特塔保守的狗战术到底是对是错？只能说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任由后人去说吧。好，今天阿森纳的门将拉亚又一次收获0封，这已经是本赛季英超的第17次0封了，创下个人单赛季最佳纪录，超过了23到24赛季的16次0封。而在金手套的争夺上，曼城的门将多纳鲁马以13次0封排名第2，曼城还剩下5场比赛。今天咱们也提一下后防线上很久没聊过的萨里巴，他今天在后场有一个让球过人，哇！当时阿森纳的球迷们都吓了一跳，心脏全都暂停跳动整整1秒，真是艺高人胆大呀。萨里巴的出球还不太稳，这可能是他最后的短板，好几次带球向前突破，然后球就传丢了，但他今天整体的传球成功率 95%，2次关键传球制造了1次绝佳机会，5次解围1次封堵，3次夺回球权。作为枪手的主力中后卫，他仍然是表现稳定。好，咱们先看一下英超西汉姆联队输了0-3，这下子只落后他们2分的热刺，如果明天赢球，就将脱离降级区。西汉姆联呀，今天在客场是3次打中门框，对面小蜜蜂主场的门柱，他不知道今年谁要降级，他只知道保卫自己的主队，所以西汉姆联今天3个门柱，还有一个体毛级别的越位，还有一个乌龙，最后还送了个点球。只能说天要亡铁锤帮，形势比人强，看上去气数已尽，无力回天呀。而对面的小蜜蜂即使领先后，也从来没有任何消耗时间的踢法，总是在努力的创造机会，这是真正值得钦佩的球队，也是英超最好的广告之一。而西汉姆联自己的问题还是鲍恩的状态下滑，现在很明显他的推进能力不足，下赛季主教练努诺会不会带英冠？他这几年过得也不容易啊，从狼队出来之后，在热刺又去沙特的吉达联合，在诺丁汉森林本来带的挺好，但本赛季赛季初跟老板闹僵了，被老板直接开掉，来到西汉姆联队也算是非常努力，可没办法，这可是英超，是全世界最难保级的联赛。另外今天拜仁慕尼黑3-3海登海姆，格雷茨卡进2个，最后补时第100分钟，奥里塞制造了对方的乌龙，3-3绝平。海登海姆看得真是感动啊，真是尽力了，最后给弹到守门员后背，再弹进球门，真是没有办法了。他们的19号被队友误伤，最后带伤上场还是没能守住3分，看上去似乎有些脑震荡，跳起来击球应该是膝盖顶到了下巴，就跟下勾拳一样，看着太恐怖了。小球队为了保级真是拼了一整场，最后可惜了，人受了伤，最后还可能降级。当时看着流了那么多血，结果转头塞了俩纸团，又回来参与角球防守，谁能不动容呢？真是都快站都站不住了，还在坚持死守。这位30岁19号球员弗伦巴赫，赛后我们知道，主教练说弗伦巴赫的鼻骨已经是完全骨折，完全断了，仍然在坚持比赛，他的鼻子几乎都没了。主教练还补充说，自己也是一个例子，自己多年以前也是鼻骨骨折，现在样子依然能看出来。当时弗伦巴赫受伤仍然回到场上，试图帮助球队守住3-2的领先优势。主教练说，那是纯粹的意志力，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我们最后还是没能赢下这场比赛，这太不可思议了。
在德转的身价排行榜上，弗伦巴赫的身价只有120万欧元，他过去职业生涯最高也只有200万欧元的身价。过去小时候，他也效力过德国 U18、U19 的国青队，青训阶段出身于弗赖堡，后来效力过卡尔斯鲁厄、雷根斯堡和海登海姆。这样的球员一辈子也许名不见经传，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名字，但真正的足球金字塔的塔基全都是这几十万我们不知道名字的铁血硬汉，是他们在支撑着整个欧洲足球和世界足球。偶尔映入我们全球球迷的眼帘，就是这样的流血和牺牲，怎能不让人肃然起敬？好，另外西甲这边，巴塞罗那2-1客场战胜了奥萨苏纳，莱万多夫斯基和费兰托雷斯各进一球，比赛拿下，西甲大结局，巴塞罗那基本拿到了冠军。但最后的20分钟，奥萨苏纳反扑相当吓人。巴萨球迷虽然没什么感觉，看到皇马球迷倒是非常的高潮迭起。从巴塞罗那球迷的角度看，上半场最后阶段，巴塞罗那刚刚起势，却提前5秒钟结束。而下半场结束前，对方只落后1个球，所以裁判补了8到10分钟，也许是想帮助主队扳平吧。嘿嘿嘿，不好说，阴谋论，阴谋论。今天最重要的是，在没有亚马尔的情况下，整个巴萨还是顶住了。替补的小将巴尔德吉水平差了不是一点半点，拿个球磨磨唧唧的过不去人，还总是传丢。要说机会都是自己争取的，亚马尔不在，这是你向整个欧洲足坛展现自己的机会。可是要突破没突破，要传球没传球，要组织没组织，拿球也就只能回传。之前巴尔德吉还抱怨过自己没有得到时间，可今天给了时间也没把握住啊。另一方面，替补只打了28分钟的拉什福德表现出色，还贡献了1个助攻，这也反衬出右边的巴尔德吉无论是传球和突破都难堪大用。拉什福德的传中、脚法、射门技术还有任意球都是巴塞罗那最强的，一身都是天赋，但是却融不进巴萨的体系。过去右边路孔德和亚马尔的2过1是很常用的技巧，但本场比赛几乎看不见他和加西亚的配合，默契不够。当然，加西亚本身也是客串的右后卫，而拉什福德的风格还是典型属于站着踢球的球员。这今天的状态，去英格兰队踢个主力绝对绰绰有余，但要想留在巴塞罗那被买断，可能还欠点。咱们说个冷知识，现在西甲联赛中，拉什福德是平均冲刺速度最快的球员，冲刺的平均时速高达 34.16 公里，高于维尼修斯的平均 33.92 公里每小时，也高于姆巴佩的 33.55 公里每小时，以及拉菲尼亚的 33.45 公里每小时。而在最高时速方面，拉什福德曾跑出 36.02 公里每小时的时速，这就仅逊于维尼修斯的 36.21 公里每小时。而姆巴佩以 35.05 公里每小时紧随其后，拉菲尼亚的最快速度则是达到了 35.61 公里每小时。但在欧冠联赛中，速度最快的球员是哈兰德，他的速度接近 36.9 公里每小时。紧随其后的是大巴黎的边后卫阿什拉夫，记录是 36.4 公里每小时。所以这几位基本算是豪门最靓仔的超跑了。好的，今天法甲联赛，大巴黎3次击中门框，最终是主场2-2和洛里昂队踢平，但暂时以7分优势领跑。今天的大巴黎和拜仁都是平局，而且都拿了3个门柱，都在攒人品，两边都在低调，都在想哀兵制胜。所以下一场第2回合会不会又进3-4个球呢？好，今天随着巴塞罗那的胜利，那么皇马对西班牙人倘若不胜，巴萨就将提前获得本赛季西甲冠军。他们已经88分狂甩位居第2的死敌皇马多达了14分，也是自2016年3月以来过去10年巴塞罗那首次单赛季西甲取得10连胜。好的，轻松一下。最近在美国迈阿密，有球迷遇到了过去阿根廷的主力中锋，咱们的小烟枪伊瓜因。伊瓜因的职业生涯打进超过300个球，在皇马、那不勒斯、尤文图斯和切尔西共赢得14座冠军。23年1月，他从迈阿密国际正式退役，而且这老家伙退役后没有社交账号。可是短短4年过去，他的样貌发生巨大变化。你要是看看他年轻的时候，再看看《西游记》的沙僧，这是不是更像通天河的沙师弟啊？嗨，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好，另外，曼城巨星伯纳多·席尔瓦转会巴塞罗那的事儿已经完成了 80%， 球员愿意降薪 60% 加盟。目前仅剩一些细节需要最终敲定，而主教练弗里克将做出最终决定。所以如果不出现意外，那么比席尔瓦将在今年夏天以自由身加盟巴萨。这就让我们想起过去的京多安呀，会不会1年后又免费再回到曼城呢？另外，今天曼城的门将多纳鲁马也签下了长期合同。
他是一不小心就宣布和相恋9年的女友结婚了。2年前，女友生下了他们2人的第一个孩子，也就是那一年，多纳鲁马宣布他向女友求婚成功。而今天2年过后，是终于宣布2人结婚的喜讯。多纳鲁马在社交媒体晒出照片，并配文道：“长期合同已签署。”好，另外女足方面，里昂女足3-1战胜了阿森纳女足，2回合4-3总比分晋级了欧冠决赛。去年阿森纳女足拿到了欧冠冠军，而男足在半决赛被淘汰。今年的阿森纳女足在半决赛被淘汰，那是不是反过来男足能拿欧冠冠军呢？ OK， 皇马的球星姆巴佩最近现身了意大利的卡利亚里，他和新女友西班牙的女演员埃斯特·艾博斯托一同出现。这次是仍然受到肌肉问题困扰的姆巴佩在卡利亚里短暂享受了几个小时的休闲时光。事业方面暂时不利，但在情场找回来。夏天的世界杯决赛，我们期待看到姆巴佩的表现。好，明天的英超，周日晚上10点半，曼联对利物浦的双红会，老 K 将直播，欢迎大家到时候一起互相陪伴。老 K 还是预测曼联不败。感谢大家的支持，点赞、评论、热推和分享。喜欢的话，欢迎您订阅咱们的节目。那么明天再见。